大嫂好！大嫂到！她就是宋老大的妻子？可不是吧？结婚没有3个月，宋老大突然就去世了。发生这么大变故，宋氏怕是有一场腥风血雨啊！肯定的。感谢大家来参加王夫的葬礼。侄媳妇儿啊，节哀顺变，不要太难过了。沈秋水，你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？我爸也是关心你，关心我，还是关心宋家的掌权印啊？你侄媳妇儿，虽说你是宋行之的妻子，但行之现在已去，而且你还是个外姓人，宋氏必然要交到宋氏人的手中。我若是不交，一个女人懂什么？老老实实回家守寡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还是赶紧把宋家掌印交出来！你手下都替你祈祷了，我劝你还是别挣扎。我是在为你祈祷。不好意思，没听清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还有人想说话吗？好。不可能，他明明你是宋寻舟？宋行舟就是那个13年前被送出国外的二少爷，那就是宋老大的同父异母的亲弟，长得也太像了吧！宋行舟出国这么多年，当年宋老病重都没有回来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回来了？这还用看吗？回来夺权了呗！二叔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来的正好啊！你大哥走的突然，偌大的宋氏还要靠你掌权。二叔的意思是让我接管宋氏？你是宋家的二少爷，由你接替你大哥来掌管宋氏，理所当然。那二叔您呢？我当然是全力扶持。你怎么能把宋氏让给他？我自有我的道理。比起沈秋水，宋新洲他一个流浪在外的纨绔子弟要好管。你究竟是谁？初次见面，我是宋行舟。问大嫂好。大家好，关于大嫂接手宋氏这件事，我自然是全力支持。什么？怎么？二叔有意见？哎呀，
没有。大嫂，这次告别会已经结束，不如跟我回宋氏去见见父亲。难道这就是大嫂送我的见面礼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看来大嫂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嘛。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那你觉得我是谁？你的丈夫宋行之？那我不妨走近点儿，让大嫂仔细看看，到底是谁。二少爷，老爷知道您回来了，在房间里等您过去呢。失陪。爸，好久不见。你来了。这还是你和大哥在送我出国之前照的吧？没想到这是我和大哥的最后一面。看爸这个样子，难道是我多心了？他真的是宋家二少爷？爸，你精心策划这么多年，有没有想，最后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我，而不是死去的他？爸，有些事呢，还是不要让外人知道。你说。大嫂这是还不信了呀？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仔细看我究竟是谁。行之啊，你这里有颗泪痣哎。这里吗？嗯。大嫂好奇这颗泪痣，这是上幼儿园时大哥不小心出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更像大哥？是我认错了，你跟他的气质完全不一样。忘记说了，欢迎回家。喂，大嫂，去查下宋行之的车票多少？你是怀疑大哥的死不是意外？我总觉得这背后一定有问题。好。他确实跟宋行之不是一个人，宋行之向来都是一丝不苟的。大嫂，这是在看我，还是通过我在看别人？
大嫂，可以来财务报表，请公布。上面的坏账怎么回事？啊，西区那条街这2个月的租金总是收不上来，底下的人也去了很多次，都是无功而返。怎么，宋氏金盘洗手以后，连自己的老本行都做不好是吧？走，去看看。哎，大嫂，要不要多带几个人？因为西区那边是宋二叔。不用。你怎么来了？就给我这么点儿，打发叫花子呢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一个月2000块租金，你就给我这么点儿，打发叫花子呢？臭娘们儿！我真的没有钱了，强哥，求求你宽限我几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！哪有你们宋氏这么坐地起价的？租的时候说好1个月500，租完了又要说交押金1500。好，我们认了。怎么上个月刚交完，这个月又要交？你们还讲不讲道理？道理在西街，你强哥我就是道理。我强哥，不要！宽限几天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陪哥哥几天，陪几天我就给你宽限几天。谁啊？找死他！敢打我，不要命了你！别这样子！我的腿！宋总还拍到一个好东西。是谁让你涨房租的？又是谁让你涨保护费的？当然是宋仲德宋总。哦，怎么样，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得罪宋氏，我让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别动！下次别再受伤。是意外。对方的人突然变惯阴我的，我手上没有趁手的工具。记住，永远要给自己留后手。你到底是不是他？为什么用它？我以为大嫂第一句应该跟我说声谢谢呀。谢谢，但我不需要。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？为什么选择用它？顺手而已啊。怎么？这根簪子很重要吗？大嫂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这段视频已经在网上传开了，网友们都说宋氏只杨凌若罔顾法律，这个视频一定是宋仲德派人发出去的。刚接到消息，他们将在1个小时之后举办发布会。宋总，请问网络上的视频是怎么回事？宋总，其中打人的是宋氏集团的人，当时打人，宋氏这边给他交代。我仅代表宋氏向受害人的家人
还有受害人表示致歉。这位先生，您接受宋氏的道歉吗？像我这种社会底层人士，不接受又能怎样啊？而且我知道这件事跟宋总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个女人来头那么大，宋总也拿她没办法呀。对方究竟是什么人，居然如此嚣张？是宋行之的妻子。行之走后，就连我都说不上什么。这是不是就是视频上打人的那个女的？她居然敢在这里！你干什么？难道想当着大家的面继续打我不成？你说对了。什么伤口都没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撒谎了？我动手从来不会留下痕迹。1个月2000块租金，你就给我这就是事情的真相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。原来他是这种人渣，打得好。宋夫人，请问刚刚宋总说的宋氏被你霸占是真的吗？你作为一个刚加入宋家3个月不到的外姓人，真的有资格监管宋氏吗？那你觉得谁有资格？他吗？宋二叔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你是作为一个远房表亲来投奔宋，论远近亲疏还轮不到你。更何况，我怀孕了，宋行之的遗腹。我怀孕了，宋行之的遗腹子。宋夫人，您真的怀孕了吗？孩子多大了？自然是真的。宋二叔，你之前不是说只有宋家的人才能掌管宋氏？那么请问，还有比宋行之的亲生骨肉更有资格的人吗？你说宋行之的孩子就一定是啊？说不定是你为了宋家的财产，随便找了个野男人搞出来的。宋二叔，是行。是不是宋行之的骨肉？等他出生之后做个亲子鉴定不就知道了？宋行之都已经死了，拿什么做鉴定？行之已经没了，但他的亲弟弟还在，到时候做一个亲缘鉴定，不也一样吗？怎么？难道你还不满意吗？唉，这到底是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步？宋正德也太过分了，他这摆明了就是想自己霸占宋氏的财产呢。就是啊，这不是贼喊捉贼吗？宋夫人，如果你真的怀孕了的话，那为什么之前不宣布，而现在这个时候宣布呢？我有理由怀疑你的真实目的。好问题，之前没有宣布，是因为孩子还没有满3个月，更何况自从行之去世以后，宋二叔对我百般刁难，甚至想将我赶出宋家。这些都算了，可如今他居然置宋氏的利益于不顾，故意联合外人抹黑宋氏，这是我绝对不允许的。只要我在一天，我就绝对不会让你抢走宋氏，绝对不可能让行之这么多年的心血白费。你别冲动，快有进去了。走的时候。宋总，宋总。怎么，终于按耐不住了？什么？
宋行舟，你接近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子小雨，什么？我的名字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我会自己查清楚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没有功夫陪你玩这么无聊的游戏。你大嫂多虑了，我只是想试探一下，没想到大嫂怀了孕，身手还这么好啊！如果他连这点动静都承受不了，又怎么配做我沈秋水的孩子？怎么，不信？大嫂为了拿下宋氏，居然这么煞费苦心，连怀孕都能编得出来。谁说我是编的？谁说我是编的？我倒是好奇，我和你大哥新婚燕尔，恩爱万分，怀孕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你一个刚回国的小弟，又怎么一口笃定我是假孕呢？除非是我多虑了，既然是真的，那我就祝大嫂平安生下大哥的孩子。他怎么可以？到底是不是的？什么事儿？大嫂，您之前让我们盯着公司旗下的几家 KTV 有动作，证据掌握了吗？张大志和宋栋德约定的销赃时间是明天，咱们赶去抓现场，一定能够将他们人赃并获。不，现在还不是踩死宋振德的时候。明天跟我去看看。是大嫂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帮我去查一下。老板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果然有问题。没错，从半年前开始，宋氏旗下的这几家 KTV 就已经开始陆续的少交分红了，财务数据也存在造假。不过，有话你说。我们的人在查的时候，发现宋小木似乎也带着人在查。来点3元，去查一下这份报告的真实下外。我需要沈秋水和宋行之1个月前的所有行程。少爷，您是怀疑大嫂？您是怀疑沈小姐的怀孕有问题？哎，来啦！来，请坐。宋总，这是这个月的钱，请收纳。好，不错啊。宋总，不好了，大嫂带了人过来了。来就来了，慌着。大嫂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又能如何？之前宋寒之还不是被我们3言2语给打了过去，更何况是秋水就是个女不知辈，怎么你还怕治不了她？这样吧，先去随便应付一下，我说后子。张总，不会有问题吧？大嫂处事方式似乎跟宋老大很不一样。哎呀，大嫂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哎，大嫂，需要什么我叫人给你安排。
听说最近 KTV 的盈利不好，所以上交的分红大幅度减少。对，哎，是，就是客人比较少。那就包了吧。什么？是。这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停业整顿4个字，看不懂的。这光1天没，我们就损失1天的钱啊！咱不能跟钱过不去啊！是恢复营业，您说呢？自然是要恢复的，等停业整顿完毕，立刻恢复。是不是？大嫂您说的对，最近底下人确实不太上心，所以弄得效益不太好。我一定让人好好整顿。大嫂您放心，张总肯配合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是自然。大嫂尽管你被开了。那是自然。大嫂尽管你被开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敢开我？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连你老公生前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你个什么东西？你敢动我？张总说的对，我确实应该对你客气点。知道就好。哼。早这么懂事不就好？张总，您辛苦了，但您被开了。这样够客气了吗？至于遣散费，就从你送给宋仁德的钱里扣。你知道了？张总，醒了。张总，醒了。大嫂，你没事吧？带下去。是。走。脱衣服。快点。大嫂不帮我吗？大嫂不帮我吗？自己。This is love story. 감출 수가 없는 너만 보는 두 눈을 감을 수가 없는 나. 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是我大嫂。你跟宋晴之关系很好吗？我看未必吧。你们一个是正经的大少爷，一个是被送出国的私生子，10几年没有联系，我也从来没有听他提到过。想必关系没有那么好吧？那你为什么？大嫂觉得为什么？说说看，我为什么要救你？大嫂究竟是想要什么答案？我对大嫂一见钟情，这个答案怎么样？毕竟大嫂的长相正符合我的美感。反正大哥已经死了，不如跟了我怎么样？今晚的话，我就当没有听过。二弟以后给我放尊严点。我倒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嫂，你又为什么一定要替大哥守住宋氏？因为我爱他。信。大嫂，这是您之前让我调查的资料。资料上面显示，宋晴舟自从10年前出国后，一直在国外生活，
从语言学校到高中、大学均有记录，并且我们还调查到，二少爷确实是在大少爷葬礼那天才买到机票回国。难道是我怀疑错了？他真的是宋行舟，不是我想的那个人？那他做这些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怎么了，大嫂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果然如此。我们之前看过的这份数据，你还记得有什么问题吗？数据太过公正，太过完美，也是同样的问题。我们发现了张大志和宋正德的背后动作。大嫂，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也一样的问题？这份资料太详尽、太完美，就和这份造假的数据一样，好像是专门做好供人查的。这个宋行舟一定有问题。那怎么办？宋行舟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他到底是谁？大嫂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可能是……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头发做 DNA 鉴定。枕头上应该会有头发。一根头发都没有，他不掉头发了吗？干什么呢？他什么时候穿的？我居然没察觉。那个保姆把东西送上房间了，我来取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遥控。 그대를 바라볼 때면 모든 게 멈추죠. 언제부턴지 나도 모르게였죠. I love you 듣고 있나요? 是保姆送错的吗？我还以为是大嫂弄错的呢。哼，就是保姆送错的，你别瞎想。回去睡了，晚安。结发夫妻，这样仪式才算完整。只要能拿到宋行舟的头发做鉴定，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答案。喝了就好，这里面安眠药的剂量够你睡到明天早上。果然是他。别打了，等下要被老师看到了。
看到又怎么样？他是个孤儿，没有人会帮他的。你看这么多的欺负他，老师管过吗？你谁啊？滚！你会一直帮我吗？靠别人永远摆脱不了被欺负的命运，对付他们，怕是没用的，只有比他们更狠。记住了吗？这是新婚礼物，这是我第一个散打比赛的奖牌，送给你，送给你。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在路边救过我吗？也是因为你，我才开始学散打，也是因此才遇到了开武术行的养父母，才有嫁进宋家联姻的机会。还有些忘过表格，你说那就。大嫂不解释一下？你不觉得应该解释的人是你吗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我在和宋行之的新婚之夜送给他的，他现在为什么在你这儿？今天在储藏室捡到的。觉得我会信你？不信？那我换个原因。阿姨送错了，送到我房间了，这个理由熟吗？不就是一块破奖牌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宋行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假装别人？我听不懂大嫂在说什么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想问问你，这深更半夜来我房间，是在给我暗示吗？宋行之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承认，但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承认。拿去做一下鉴定，看下 DNA 对比结果是否一致。是。大嫂，您看起来气色不太好。没事儿，没睡好而已。东区的土地竞标现在什么情况？本来是今年重点项目，但宋正德带领着一帮公司股东反参与竞标，说是项目太大，怕资金链断裂影响公司。影响公司？笑话！他那点小九九我还能不知道？开会。东区土地竞标，宋氏必须参。东区土地竞标，宋氏必须参加。侄媳妇儿啊，商场上的事看你是真不懂。这次竞标，宋氏参加不得。也罢，今儿就让我好好的教教你，给你分析一下。东区竞标项目太大，宋氏这2年利益下滑，资金紧张。如果硬要投标的话，势必会造成资金断裂。东区这个项目涉及1000户老破小的拆迁重建工作，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竞标额，而是拆迁重建工作。
至于拆迁这件事情，放眼本市任何一家企业，有做的比宋氏更好的吗？在座的各位认为呢？那听说傅氏也要参加竞标，傅氏集团本来就是房地产起家，我们跟他们比起来没有任何优势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不同意。宋老师很遗憾，我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么一意孤行！宋行之在的时候也不敢这么做。很可惜我不是宋行之，如果你这么怀念他的工作风格，那就下去找他。爸，沈秋水坚持要参与竞标是真的吗？如果真的被他拿下这个项目，那他不是在宋氏彻底站稳脚跟了？我听说最近公司好多人夸他能力强呢。拿下？他做梦吧！他的方案在我的手里，我把他交到傅氏，到时候我看他拿什么给人家。对，我们既然能和人联手搞死宋行之，同样也能踩死他沈秋水。副总，宋总，你这是？副总啊，我也就不兜圈子了。听说傅氏和宋氏同时看上了西区土地的竞标，这呢是宋氏的竞标方案。宋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投名状？让副总见笑了。想必宋氏的情况你也有所耳闻。我那个不懂事的侄媳妇儿，她非要竞标，哎，这不是把宋氏往火坑里推吗？所以呢，我献上这份大礼，希望傅氏能一举拿下，死了这条心。那我就多谢宋总了。客气客气。那就期待我们合作愉快啊！下次来我这儿，我快走啊！拜拜，走。好。老板，您让我查的产检报告，你这种结果吧，应该是真的。沈小姐没有错。记住吧。怎么样？所以，他真的不是宋行之，而是宋行之同父异母弟弟。大嫂，还有一件事。是啊，大哥的死可能不是意外。什么？我亲耳听到宋仲德和宋婉欣说害死了大哥，所以我在想，那大哥的车祸是不是就是他们俩策划的？我要宋行之去世那天所有的监控，还有车辆检测报告，所有相关的内容全部都拿给我。好，如果宋仲德真的是幕后凶手的话，那么以后一定得多加小心了。明天他的生日寿宴，我们就不要去了。不要去，只有去了，才能让他们露出更多的破绽。阿姨，二少爷，夫人怀孕后有什么变化？夫人没什么大的变化，就是这2天有些反应，吃不下东西。这2天的事？对呀，不过这也正常，一般怀孕都是这样的，几周以后才有反应。是吗？
沈秋水，为什么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怀孕？诸位，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来参加我的宴会，鄙人不胜荣幸。希望大家吃好喝好。我给你介绍个人哦，侄媳妇儿，这位是富氏集团的副经理副总。沈小姐你好，我是傅启言。副总幸会。进一步说话。请。永州哥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副总，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西区项目，我希望富氏能够退出。退出？是，西区项目虽然大，但对富氏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项目，拆迁不是你们的强项，并且只要这个项目你们肯退出，往后你们看中的每一块地皮，宋氏绝不参与。说的有道理，只不过就算我现在答应你，沈小姐能相信？毕竟我是宋正德介绍的人。相信，因为我相信富氏能够做到今天，那就说明副总和宋正德绝对不会是同一类人。沈小姐就这么笃定？当然。好，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果汁。你确定沈秋水喝下的那杯饮料？的确，我亲眼看他们喝下去，不光是他，还有他对面那个男人。办得好，接下来你就引导他们住进同一间客房，我会带人上去。哎，只要让大家看到你们孤男寡女睡在同一张床上，没有人会不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宋行之的。到时候我看你凭什么霸占宋氏。大嫂，我们调取了车祸现场所有的监控，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。我已经把监控的截图发给你了。小罗，小罗，快来！大嫂，大嫂，你怎么了？宋行舟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行至的车祸现场？他不应该是在国外吗？다시는 흐려진다 밤새라도 비올 것처럼
먹구름 낀 나의 얼굴이 습기로 얼룩져간다 쏟아진다 가슴마저 부술 것처럼 세차게도 내린二少爷，你要干什么？滚开！放开大嫂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啊，孙小姐，我已经指引副总和沈小姐去同一个客房休息了，你可以带领文案记者上楼了。还不快，想让楼下的记者拍到。大家可以过来。看我这个图片，记者在这儿。对。눈치채지 못하게 그냥 나 웃어요 어제 헤어진 사람이 맞긴 맞냐고 그저 이렇게 많은 시간 大家可以过来。记者朋友们，就是这个房间，大嫂啊正在里边休息。你们要是想采访的话，我带你们进去。这什么情况？大嫂的房间怎么会有男人啊？什么情况？我们这是拍到了沈秋水密会情妇现场。这男人好眼熟，好像是富氏集团的副总。我去，这下我们可以上明天热搜了。沈秋水，我看你这下怎么办？大嫂，这副总怎么会在你的房间啊？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到底是不是大哥的？还是说……哎，是宋夫人，副总究竟和你是什么关系？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是在宋老大死之前吗？哎呀，大嫂，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你躲在被子里边不出来也不是个事儿啊，还是出来和大家解释解释吧。解释解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沈秋水根本不在这里，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不可能，这明明是沈秋水的房间。我就说不可能吧，沈秋水一定藏在浴室里。二少爷，怎么是你啊？啊，不是我，难道是谁啊？沈秋水呢？大嫂自然在大嫂的房间，这是我为副总准备的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让服务员带着大嫂。我劝大家在没搞清楚事情真相之前，不要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宋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这不是坑我们吗？最近和大家见面确实有些频繁，恐怕大家忘了我们宋氏之前是做什么事可以参与，什么事碰不得。我劝大家还是要多掂量掂量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宋行之的车祸现场？宋行之是你害死的吗？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接近我到底什么目的？
他一定是看到照片了。你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没有。1月11日，宋行之车祸那天你在哪里1月11日，可能在美国某个酒吧醉生梦死吧。他这个态度，看来是不可能从他的嘴里知道任何真相了。干什么？我不管你什么目的，但我沈秋水绝对不会任人揉捏。你就这么爱他吗？大嫂，你没事吧？大嫂，你这是刚从哪个男人的房间出来呀？今晚可让我好找呢！你敢打我？打就是。这一杯酒还给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和你爹要是想在宋氏谋事，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否则早晚将你们扫地出门。沈小姐可真是个狠人呐，她就不怕口气跳墙吗？是为了故意激怒他，以身试法钓鱼罢了。少爷，对不起，今晚是我太不小心了，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下一次。少爷，西区的项目，沈小姐说知道了，你去约她不是相谈。我没事了，回去吧。可是我担心二少爷还会对你动手。他要是想对我动手，早就动手了。别担心，我会查清楚的。好。妈，行之的死不是意外，您知道。你一定知道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宋行之和宋行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。我没事，孩子，不要想那么多。想知道死，就是个意外的车祸，不要想太多了，好好打理好公司的事。集团里有你和香主在，我还放心。为了自己的苟活，连亲生儿子是怎么死的都不在乎吗？连这种话我都为你圆了，究竟还要怎么样？你也认为宋行之是我害死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大嫂，宋正德和宋婉欣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了。去查一下1月11日之前那一星期他们的行程。是，那宋行舟那边我来负责。
这不是傅氏的大佬吗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件衣服怎么这么眼熟？傅总你好，关于西区的项目，沈小姐，这个项目最终的决定权还需要我们董事长拍板。这位是我们董事长。傅董你好，关于西区的项目，你们傅氏想要什么条件，可以尽管开口。我相信本次合作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互利互赢。是吗？怎么是你？第一次见到大嫂对我这么诚恳，真是难得呀。你是傅氏集团背后的大老板，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比你想象的要早得多。我想也是，不然你怎么可能远程建立起这么大的一个企业？还是说你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国内？我以为大嫂今天来是想谈宋氏和傅氏的交易，并不是来打探我们的私生活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合作与否，不过是你一句话的事情。宋新洲，你这么耍我很好玩是吗？你当初让傅启言答应我的时候，是真心想要和我合作吗？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我们宋氏还没有沦落到让我沈秋水出卖色相的地步。主持人，这是我们傅氏集团的竞标书。大嫂，傅启言这是什么意思？傅氏不会帮我们，公平竞争吧，我相信我们的方案。可傅氏为什么要出尔反尔？你知道傅氏集团背后的老板是宋行舟吗？什么？宋行舟私底下竟然开了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还背着所有人做到滴水不漏啊！我想起来了。宋行舟的亲生母亲好像就是景父，但在他出生后就死了。可是他背后也没有很大的家族背景啊。他母亲是怎么死的？这个就不清楚了。大嫂，宋行舟一手创办傅氏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难不成是要吞并宋氏？如果是为了宋氏，那在行之的葬礼上他就可以动手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令人琢磨不透。哎呀，副总，副总好，待会儿聊。好。哎呀，我说侄媳妇儿啊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至少不会让宋氏太丢人。我相信我们的方案，你是不会赢的。你为什么这么笃定？因为我已经把你的方案给到副总手里，你说宋氏能赢？你竟然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！把你的爪子拿开算什么东西？教训我！大家请入座，现在我来宣布最终的竞标结果。小陆，抓走。是，大嫂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我相信傅氏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。盲目自信。我说你们这些女人太没有见识，商场如战场，有什么事不能发生？最终竞标结果是傅氏集团傅启言先生所提供的竞标方案。看到没有？今天算我给你上了一课，上完这一课呀，你就乖乖的回家带孩子吧。让我们恭喜宋氏集团！怎么是宋氏集团？这个主持人也太不专业，连公司的名称都能读错。相信大家听到这里会有一点惊讶，但是我需要重复说一遍，没错，就是宋氏集团。为啥？按照傅启言先生所提供的项目书中，宋氏集团将是本次项目中的主要负责人，傅氏则是在建筑设计方面予以协作。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本市两家知名企业的通力合作。
恭喜宋夫人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比起宋行之当年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傅启言，你这个见色忘义的小人，竟敢背叛沈教帅！你以为你就能轻易的拿下这个项目？幸好我准备了好招，让东区的人准备，现在就抗议！什么情况？说是西区那边的居民听到拆迁的消息，坚决不同意，自发组织了抗议。自发？怀疑是宋正德派人串村。不用怀疑，宋正德不能留。大嫂，你的意思是？想什么呢？你忘了你大哥揪着你的耳朵，教你要遵纪守法，尽快找到证据。除了宋行之的死，宋正德身上一定还有其他案子，想办法一起给他送过去，我要让他没有办法活着走出来。是。严重抗议，拒绝上台！严重抗议，拒绝上台！严重抗议，拒绝上台！大家快看啊，那就是宋氏的负责人。听说你们不想被拆迁？对，我们在这里都住了几10年，不想被赶走。那还真是奇了怪了。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说有人不想被拆迁的。也罢，既然你们不想要这富贵，我们换一个地方拆就是。哎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我们只是想借抗议多要些谈判筹码而已，这怎么就不拆了呀？说你就信？他们都竞标了，怎么可能说不拆就不拆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倒是要感谢你们闹一场，趁我们宋氏现在还没有投入任何的人力财力，现在撤标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。哎，你们别走，能拆？能拆，只是这价格。拆迁补偿，宋氏会按照市场的行情价给大家，1分都不会少。我要1个亿。少1分都不行，否则坚决不同意。1个亿，抢钱吧你！果然是老熟人，看来有些人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了。你们怎么都打人了？你们是这里的业主。但是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，他是这里的业主吗？这个人是故意来搅黄这个项目，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大家所有合理的要求，宋氏一定会尽可能的满足大家。但若是有人想要借机生事敲竹杠，那我们宋氏也不会是吃素的，都给我牢牢记住了。还有什么诉求吗？没有。不用下车了，这2天盯好宋正德，我不希望今天的事情再发生。是，大嫂放心。夫人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就收拾好。您先去餐厅用饭吧，二少爷今天特意让人给你带了野生鱼回来，给你补身体。宋行州人呢？他去老爷房间了。夫人，我去餐厅给你准备餐具。宋行舟6岁的时候，好像和宋行之长得不太一样啊。对啊，
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母亲，怎么可能长得一模一样呢？怎么只有宋行之的照片，没有宋行舟的？ 2013年元旦，这不是我和宋行之相遇的日子？难道如果他当年在香港的话，那和我遇见的人是宋行舟？不对，他10年前就应该被送出国了。这几个日子，难道之前一直来看我比赛的人，一直都是宋行舟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们问清楚。 父亲，你是否后悔当初所对我做过的一切？当年你把我推进手术室的时候，我也曾经像你这样勾过你的手，你也回头看过我吗？你没有，你只知道你的宝贝儿子宋行之曾经有了一个可以替他去死的替身。6岁起，你就从我脸上动刀。 为的就是让我长得更像宋行之。15岁那年，宋行之接管宋氏，你对外宣称要把我送去出国深造。出国是出国了，谁也不知道的是，接机的人又秘密的把我兜兜转转送给了我老公。那以后，但凡能威胁到宋行之的场合， 都要替宋行之去。怎么？宋行之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吗？你怎么能跟祥之比呢？他是我的嫡子，而你的出生就是来为他抵命的。没有宋行之，我怎么可能去找到你的妈妈？你怎么有可能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？如果有选择，我压根儿就不想来到这个世界。 我嫁了，到底是谁？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想干什么？怎么怕了？叫医生过来，老爷摔倒。 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至少不会让你死的那么痛快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还有更深的深仇大恨，不是？你都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了，可我做的远比你想象多得多。滚开！ 我不要了。你不要什么了？我什么都不要了。你不可以不要。那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想听真话。好。13年元旦，在学校门口救我的人是不是？是。后来来看比赛的人是不是？跟我结婚的人是宋行之还是你？ 宋行之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宋行之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可能是杀害我丈夫的凶手。一旦我找到证据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从这里送出去。
请你离开这里。 구멍난 가슴에 우리 추억이 흘러넘쳐 잡아보려 해도 가슴을 막아 大嫂，找到了现场证据。排查当天停在车库的行车记录仪发现宋永洲和大哥是一起上的车。可如果宋永洲真的利用车祸来害死大哥的话，那岂不是同在车上的他也有生命危险？车有问题，宋行舟可能是无辜的。不错，这辆车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有问题了。去查一查这辆车的维修记录、保养记录，车祸前、车祸后的都要。是。 喂，有吗？知道了，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拆迁那边出事了，说有人要跳楼，现在记者已经赶过去了。走，去看看。都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就从这跳下去！你别冲动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。站住！不许动！这个人什么情况？ 高俊，男，33岁，是个赌鬼，有100万的外债。这个房子是他父母留给他的遗产，前不久抵押给了债主，但是现在听说要拆迁，和联闹。说重点，贷了多少？1000万。按照规定，你这套房的拆迁补偿是300万。说什么呢？300万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这娘们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1000万？对，少1分都不行。 否则，我就从这儿跳下去！你激我是吧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我听说你在这坐了有一会儿了，累吗？口渴吗？可是。 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事儿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除非你们给我1000万，否则的话，我就会一直闹下去，闹得你们宋氏上新闻、上热搜，我让你们这个项目做不成。你真以为我们不敢动你？怕？我要你们怕我干什么？我只知道，对于你们这种大企业来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在我这儿浪费1天的时间，你们就少赚1天的钱。给他1000万。还是这娘们懂事儿，识大体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大嫂，你怎么真的给那人1000万？他分明摆明了就是为了敲诈呀！你不是说他是个赌鬼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对付赌鬼最好的方法就是满足他的欲望，让他的欲望膨胀，直到自食其果。不懂？给他1000万，你拿去澳门。您的意思是在澳门把我们的钱拿回来？还没有人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坑我的钱。这是拆迁确认书。对，都已经确认过了。你签的字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上面的金额好像比我们原定的要高出不少。哦，那个打点各家的关系用了不少钱，而且像刚刚那种特殊情况也花了不少。小陆，你跟了我多久了？自从大嫂进入宋氏的第1年，我就开始跟你了。下去吧。还不下去？大嫂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让司机送。
安眠药。夫人，我来给二少爷收拾房间。二少爷人呢？二少爷去老爷房间了，去送牛奶。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也是，你从来只记得宋行之的事儿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妈的忌日。20多年前，我妈因为难产死在了病床上，你还记得吧？我不知道，那时候我正在出产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妈就已经死了。你说你不知道？你敢说你不知道？你妈的死就是个意外。去母留子，孩子留下，妈妈不用救了，这样以后才能更好的利用这个孩子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可连我妈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爱情是什么因果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4个月前，宋行之新婚宴日上。少爷，见。夫人，少爷，老爷请您现在过去书房。知道了。爸，这身体。我没事儿。看看这个，这是跟沈秋水结婚的这个决定还是太贸然了。沈秋水是沈氏武术行的养女，身份背景都很干净。原本我以为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你身边多个人也好保护你。没想到他竟然和宋正德私下有联系。爸，这是不是个误会啊？沈秋水不像那种人。是不是误会不重要，在没有确定他的身份之前，先让宋行舟替你和他相处，这样我们也好有时间去观察他。爸，这样不好吧？他毕竟是我的枕边人啊。正因为他是你的枕边人，我们才更要慎重。孩子，自从2岁那年，你和你妈妈被绑架之后，你妈妈为了保护你被撕票之后，我每天过得心惊胆战。这么多年，我做的这么多事儿，就是为了不让你遭到丝毫的危险。爸，你不要忘记我费尽心机找到那个女人，又去母留子，就是因为她跟你妈长得太像了。宋行舟也是我为你立的第一道保险，这么多年，我们不就是这么用他的吗？可是爸，这毕竟是我的婚姻，我不想我的妻子被任何人。你放心，他不敢。只要沈秋水的身份一确认，我就让你回来。你记住，你是我宋世强唯一的儿子，也是宋氏的接班人。除了你的生命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。那就这么安排吧。一会儿让宋修主管，你先去郊外的中原住一段时间。刘婶儿，老爷，大少爷，宋行舟在哪儿？二少爷吃完饭就去地下室了。让他到书房来。是。这段时间，
你带去行知，去弄清楚沈秋水嫁到我们宋家到底是什么目的。回来了。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少爷，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按照之前约定好的，会带人在门口接应你。我该注意的。发生什么了？我妈的死不是意外，是宋世强干的。什么？我要让他偿命。还有宋行知，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全部夺回来。这么说，我和行知谈话你都听到了？是。那就是说，你一边扮演着行知，一边计划着如何杀死他。现在该轮到我了，是吗？不能喝。你疯了？一杯牛奶而已，你紧张什么呀？站住！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我身边的是谁？从第一天晚上，宋行之出去之后再回来，从那以后，就是你，是吗？你谁啊？滚！初次见面，我是宋行舟。问大嫂好。行知，你这里有颗泪痣哎。对不起，我不恨你，但我真的没办法说出那句没关系。
喂，少爷，宋小璐有点问题。我们的人意外撞见了宋小璐跟宋正德的交易现场，他是不是背叛沈小姐？二爷，夫人呢？夫人早晨接了小陆先生的电话就出去了。30分钟内，我要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拆迁项目从公司都花的钱都在这里了。小宋啊，你早这么听话，多好呀！之前我们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了，可是这见面礼足够让我加入你们了。这就想投诚？谁知道你他妈是不是真心的？什么意思？别激动啊，毕竟你跟了沈秋水这么多年，突然现在要跟我们一起赚钱，我们对你有所怀疑是正常的。出事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把沈秋水叫来，证明给我们看你的诚意。宋小璐，过来，这就是你电话里要跟我说的事儿吗？说话。小陆啊，作为人家的下属，要好聚好散，跟你的前任老板说声拜拜。大嫂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你不让下面的人吃饭，下面的人怎么可能一直跟着你？你说是？宋小璐，拿下他身后的这2箱钱是你，我再额外给你1000万。你居然为了钱背叛我！现在还有谁不喜欢钱呢？啊？小璐，动手！疯了！你这个叛徒，我今天好好教训你！看来二叔是早有准备。那是的。小陆，恭喜你跟我考过了。拿下！别动！王翠，放下，别愣着，你慢点。等着！你有什么话？今天谢谢你。宋夫人，提醒您预约了今天下午的产检。新婚那一夜，我和宋兴之交换身份之前，我可以解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我来看吧，前几个月需要注意我送去产检。
这位女士，挂号需要预约呀。这位女士，我不是太明白您的意思。你是沈秋水的主治医生是吧？500万罚你一个手术失误。你只要让沈秋水的孩子流产掉，这500万都是你的。如果你能顺便让把它结果掉，那我额外再给你加500万。这位女士，我是医生，只会救人，不会害人。祸不及妻儿啊，许医生。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只要你乖乖做事呢，我保证你的儿子平安无事。另外，这500万我照样给你，但如果你非要救人的话，抱歉，我能保证下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是你。许医生，我好。你知道该怎么做。进。怎么了？没什么素质。您来了。这样，我把您包先放起来，然后带你去隔壁给私人了。这是。喂，爸，你赶紧带人过来，沈秋水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几位，这是侄媳妇儿啊，不是当场被他叫你，你这事办的也太过分了。我怎么了？还装呢？你以为瞒得了一时，瞒得了一世吗？你根本就没有孩子，对不对？你只是为了更名正言顺的霸占宋氏，谎称有孕的。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值得宋二叔把这么多股东叫过来对我兴师问罪？沈秋水，你现在表面上很冷静啊，内心其实早就乱死了吧，慌死了吧？我是没有孩子。你承认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沈秋水已经承认了，她根本就没有大哥的骨肉，根本就不配掌管宋氏。侄媳妇儿啊，你怎么能在这个事情上撒谎，太辜负我们对你的信任？我没有孩子，这一切不是拜你所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宋夫人，我错了，我不被人所迫，才对您夫人们下手的。你胡说什么你？都是他手中有我儿子的命，他才逼我对这儿子下手的。如果我不动手的话，我儿子他就没命了。竟然敢背叛我！我求你了，宋夫人，我真的是被人所迫的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这是栽赃陷害！你凭什么说是我指使的？来，大家看，这就是他给我的支票。真的是宋晚秋的妻子。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和这个沈秋水是一伙的。你们看，这个是我在沈秋水的包里找到的。她如果真的怀孕了，包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不是你放进我包里的吗？我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当时我和许医生走掉以后，你不是一直在房间吗？你威胁许医生打掉我的孩子，就是为了演一场戏。这是你准备的。不是这样的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宋夫人，我求你了，救救我儿子吧！怎么了？起来吧。好嘞。宋远他来人了，他绑架了我儿子，他还给了我支票，他还威胁我说要我弄死您个小孩。我没有怀孕的事情，没有人知道。宋夫人，您放心，他除了我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放心吧，你儿子我会立刻派人过去，保证他安然无恙。至于后面的事情，按照我说的行。好。侄媳妇儿啊，既然你身上没有形枝的孩子，继续掌管宋氏有点太不合适。宋正德，你认为现在的宋氏还是当初那个宋氏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认为现在的宋氏是认我宋夫人这个标签，还是我沈秋水这个人？
任我沈秋水的留下，任宋振德的跟他走。你们宋总，这也不能怪我们啊。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得明白，只有大嫂才能带宋氏更好的发展。那我干什么？我帮谁，大家不是第一天就知道。宋二叔，滚吧。坐。大嫂，那我们就先退下。为什么假怀孕？因为这是当时能让大家最快闭嘴的理由。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根本就没有。笑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高兴。王峰，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是那个撞到大卡车的货车司机的名字，果然是宋正德安排的人。这就是大哥的车里面司机，看来是他让大哥的车上这时间。这到底是谁？怎么会对大哥的行程这么了解？难道是二少爷？这爸，我们这次必须得除掉沈秋水了。你说的也是，是时候该解决他了。叫宋小璐进来。小璐啊，之前你是沈秋水的心腹，我知道这一点，还把你留在我的身边，知道是什么原因？知道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因为我有价值，只有我最了解沈秋水。聪明，我就喜欢聪明。现在就是你体现价值的时候。你说，宋氏集团车库里面有一辆保时捷，明天你想办法让沈秋水坐，剩下的事。可是沈秋水已经不信任我。你跟了他这么长时间，这点小事，相信你搞得定。怎么？问题？没问题，我会做得到。下去吧。爸，这宋小璐真的会听咱们的吗？他要是听，皆大欢喜；他要是不听，正合我意。无论如何，明天沈秋水都得死。大嫂，没事吧？大嫂发现我来的时候非常注意，没有被任何人看到。我问的是你的伤，你现在胆子大了是不是？竟然敢这么自作主张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受了这么大的伤得到了什么。大嫂，你看，
大哥的车刹车失灵，包括撞上来那个货车司机都是宋正德安排的人，这些都是直接证据，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，我判不了宋正德。做得好，但是下次不允许。好，哎，对了，大嫂，我在宋正德那还听到了一段音频，在大哥出事之前，有人向宋正德透露他的行踪，也是这个人怂恿着宋正德做出接下来的事情。听得出是谁吗？没有，那个人用了变声器。变声器会是宋行舟吗？又来了。大嫂，明天一定不要坐车，宋正德一定会对你下手的。出事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只是有点后遗症。后遗症？什么后遗症？之前那次车祸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都过去了，不要害怕。你这么害怕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现在能告诉我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那天我和宋行之一起去办过证件。行舟，你恨我吗？应该是恨的吧，毕竟同样是爸的儿子，我可以高枕无忧，你却为我出生入死。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我天生命贱呗。你有想过弄死我吗？昨晚你给我的牛奶里是不是下了毒？既然已经下了，为什么在我喝下去之前又拿走了呢？你都知道了，看来我猜对了。说吧，既然知道了，你想怎么做呢？你为什么？行舟，无论你信不信，让你什么痛苦，决定不是我的本意。活下去，无论作为是谁，走！宋行之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活力者，这么多年对我的痛苦恍若未闻，临死了就变成我对不起他了。他为什么要救我呀？不要难过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夫人，您是准备出去吗？大嫂，明天一定不要坐车，宋正德一定会对你下手的。今天先不出去了，把这份文件送到警察局。这是宋正德的犯罪证据。沈秋水到现在都没出门。宋小璐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真的给他统统暴醒了。哎呀，上！我操！过来！快！叫他们下来吃饭。告诉你们，别露出马脚。上来！二少爷，夫人，早餐好了。走。
这粥的味道，似乎有些……阿姨，你给这我点，想走？快走！洗澡？晚了。是你，没错。今儿一个都别想走。就是。所以说，你现在往下倒，宋氏的股份可以给你。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谈判的资格吗？宋氏的股份为我也要。哼！杀你！就是。警察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你怎么样？你别事，你别事，我马上叫救护车。大嫂，黑客这边通过解密已经查出宋正德那条神秘语音的联系方式了，我已经把电话号码发给你了。小楼，快叫救护车！大嫂，大嫂，你怎么了？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叫救护车，马上过去。这个号码怎么这么熟悉？好久不见，我的新婚妻子。你，宋行之，很高兴，我的妻子终于能分辨出谁是你的丈夫，谁是冒牌。你没死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好弟弟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，包括当初那场车祸。我的弟弟还是这么聪明，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明天上午9点，宋行之会坐车出发港口，能不能抓住机会，就看你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告诉我这个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是你唯一的一次机会。沈秋水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，没有就好。你受委屈了。怎么了？让你走。为什么？行舟，
无论你信不信，让你这么痛苦，不是我的本意。走，活下去，无论作为谁，走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。为什么？你有一心，有野心，我不得不。本来是想借着车祸弄死你，没想到你居然对我心软，我突然就改变了想法。所以你就想借着假死吊住所有人。没错，听说你在外面搞了个富氏集团，我想如果我死了，就能揪出像宋正德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顺道还能检验一下沈秋水的目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可以利用你的愧疚之心，利用富氏集团为宋氏卖命。你看，最近富氏集团不就快成为宋氏的一箭三雕，何乐而不为？你卑鄙！就是好了，故事已经讲完了，这回你是真的可以下线。苏新洲。It's beautiful life.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.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It's beautiful life. 너의 뒤에 서 있을게. Beautiful love. 하늘 아래 너와 있다면 숨 쉬는 것